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好几年了，没来跟老朋友们在圆桌来聊天啊。这一次重出江湖，哎呦，怎么又劳驾你了啊？这场戏叫门口迎接辉哥。那我需要吃着，他一边吃赞助，这赞助的河北家乡的橘子，不错不错。我对你长胖就是彻底失去信心了。没有，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变瘦吗？这几年，我很担心我不来，你们收视率下跌，我就整天睡不好，吃不好，所以呢，不会吧？你还别说，我们昨天开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家辉来了拖低收视率。那刚好。哎，待会儿我领你们参观参观。坐。哎，子栋，太好了！我总觉得一天没见你这肚出来了，昨天晚上吃什么了？没有，衣服小了。哎呦，鲁豫今天这衣服穿的。恍如我大学校园的初恋，珍爱生命，远离文涛。哎呦，我那天看见徐老师20几岁的照片，真帅。现在也挺帅的，儒雅。不是现在这，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不帅，我看见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才知道你现在多难看。我原来以为他现在就很好看，你明白吗？你真的，你哪天看看黑白的？你指的他年轻时候，不是我们最开始，应该是知青那个时候。最开始97年在香港碰到他。不是，20多岁的时候。你有照片吗？手机上？哎呦，10几岁了。哦，是不是？挺。他真是，你看现在多难看，不是？没有啊，我觉得，那我还是觉得现在比较好啊。不啊，你这女性审美观是这样的吗？我们女性审美观没有你这么肤浅，只看那个五官和外表，我们看整体的气质。哎，行了，来，鲁豫坐这儿，或者就坐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假如换个外套可以吗？我看子东也没有穿西装，你愿意穿什么都行啊？真的吗？比较自在。哎呦，我看你是奔着帅的穿，不是自在。自在这种自在，大家都拼了。因为刚才你夸了徐老师以前那个风流倜傥，马博士就，我那个比较自在，而且我这衣服里面还给文涛准备了一支牙签。哎呦，你瞧，我用过了。啊，我这次要检点一下了。我前2个月跟我太太来，连续3天吃那个涮羊肉，来了几天，哇，吃了5顿羊肉。那刚好回去要验血验身啊，那个报告一出来，3页都是红色的红字啊，吓我一跳。我以为验出羊血来了，全部是红字。阳性，真的验出阳。对。所以你看，
我就说这个人呐，外强中干。今天的人你发现没有？就拼命往嫩里办啊！我自己就体会到，包括大家，你现在一看这个马博士，就说哎呀俊呐，什么帅大叔啊，说真看不出来都70了，就是差不多。不是你说的把我一愣，马博士有70吗？心理年龄差不多。就是，但是实际上一检查身体，外强中干，所以就今天就讲到咱们这个话题了啊。那个鲁豫不紧张啊？什么呀？生老病死吗？不是，我紧张，你在我旁边，因为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啊。哦，太难！我跟你说，现在很少有这种机会。我在一群人当中，我是最年轻的那个。对对对，感觉很特别。我常有这样的机会，我是最老的一个。对对对，我们仨就专门是为陪衬你自信心来的。哎呦，所以说你今天是我们的女王啊。去到哪里都是女王。没有。你瞧瞧老男人，现代女性自信心一直都在，没关系。本能水平，本能水平就是湾仔之狼，不是湾仔之虎，之狼又重来。他们，你知道今天我这心情真是特别百感交集，就得有1-2年了。咱们这个圆桌啊，他们俩都没怎么来了。而且呢，他们说让咱们聊聊什么老朋友的新事业，就感觉这2年不上圆桌，大家都没闲着似的，是吧？徐老师都在那个网上开课了，讲的都颠倒了，就是颠倒了。你知道徐老师的段子吗？什么段子？就是大概100多万人呐，就是歪着脑袋看他讲了1个多钟头现代文学史，因为他为什么没有人提醒他呢？说徐老师你的那个对，因为我只有一个手机，他们也打不进来。那我不知道，我因为想横的好看嘛，我就横的放。老是叫我整头发，哎呀，这个我又不是演员。你们稍微等一下，有人在敲我的门。Sorry， 讲到哪里？我的脑子想，你吵什么吵嘛？那个你横过来就好了嘛。原来他得横着看，结果居然看了1个多小时。他们说把肩周炎医好了。家辉行，家辉整天在那个自媒体平台上卖翘。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流量上的实用主义者，现在变成一个。我没有啊，我本来就翘啊。我看到那些小玩具、小东西喜欢啊，心里喜欢啊，也好奇那些年轻人哈，为什么会带一个那个现在很流行小巴，有没有一个叫小巴的一个？什么叫小巴？1、2、3、4、5、6、7、8的，蛮好玩的，小玩偶啊。知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对啊，我跟你说，他现在啊，我完全不知道，自以为是个内地通，经常教给我们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内地说话。说就上次说，哎，咱们3个老登。我说什么叫老登？他说你不知道东北人管老头都叫老登吗？老登这个词是很贬义的，是吧？看你怎么讲。像广东话老坑、老坑啊，老坑，那等于你骂人很重语气，那个老坑，那就是骂人。可是有时候夫妻之间哦，甚至我自己说自己啊，哎呀，我这个老坑啊，怎么样？那就完全不一样。就有时候你刚才说的是老登啊，没有，我说用广东话是老坑。所以呢，东北话就是老登啊，老登一样的逻辑嘛，就是满嘴新词儿，你知道吗？所以就像我们说洋人啊，广东话鬼佬、洋鬼子一样，有些洋人也自己说啊，我这个作为一个鬼佬、洋鬼子哈。所以看你情况，而且我发现我贴我跟那个小巴一起拍的照片的点击率，是我跟文涛拍的照片的5倍。所以怎么办？我都不敢告诉你。你终于认识到我的现状了。对，是不是像新海诚出去拍会拿一个小的那个椅子？没错。哦，就像你去哪里有个伴嘛，有个 icon 啊。这个你讲2个，我一下想起2个名人啊。一个是这个维特根斯坦，就是说这个老坑老登什么鬼佬为什么自己也可以说，就是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没有独立的意义，他大概意思啊，就是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咱们网上诬赖别人诬赖人都是脱离语境的，对吧？他在什么场合说的，他是什么语气什么表情对谁说，这个维特根斯坦说就所有的语言都得是具体的这个语境你才能识别，能指跟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你看，聊天终结者，他总是一语定乾坤。你还要取决于是哪一种语言，语言跟语言的那种感觉太不一样了。哎，鲁豫也是语言专家，我不是。你看，我想起来另一个例子，一个人是谁啊？李敖。我觉得家辉呢跟李敖性格其实
差别很大。他甚至是个其实内在比较拘谨的一个人。对。但是呢，我待会儿我就要说一下我对马老师感觉跟你一样。但是你先说。没有，我觉得马老师这么多年，他是在扮演一个他想象当中马家辉应该是那样的人，是一个属于马家辉的人设。就这个人设，像刚刚你说的是什么湾仔之狼还是之虎啊？然后讲话是要非常之活色生香的，但他内在其实是一个拘谨的、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但他渴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你这个心理，你是女王开始心理分析了。就我跟你说，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你受李敖影响很大呢？因为这个李敖有一种哲学，就是不吃亏的哲学。其实这一点对我都有影响。能在微博上发张这个照片，能换来流量，有什么伤天害理？为什么不去干？什么面子啊，什么羞怯啊，对吧？大街上碰见一个美女，你不打招呼，你就永远失之交臂了，对吧？你打招呼有1%的希望，结果他就是是他的太太了，对吧？所以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受这个影响？因为我觉得鲁豫说哈。那个人设哈，跟自己不一样，这个现象几乎套用在所有人都一样哈。我们出来嘛，跟不同的人接触哈，比方说我跟鲁豫啊，好朋友、老朋友见面，那当然跟我女儿、我跟我太太、跟什么学生聊天的不一样哈，总有个人设嘛。那我觉得说每一个都是我。我想起那个美国作家卡佛哈。他经常作家会被别人这样问的，小说这个是你吗？写的其实是你自己吧？这样，那小说家通常这样回答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我，可是每一个都是我啊，每一个某些想法，某些看事情的角度，某些语态，所以说不管你说活色生香哈，那或是说温文儒雅，可能都是一个碎片吧。那反正最主要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很重要了，没有需要说谎，没有说需要作假，因为这不伤害人吗？那而且文涛就是跟你所提到的李敖有关系了啊。我18岁第一次见李敖，他就跟我讲这句话啊，我也讲过好多遍。李大哥啊，在天之灵啊，听着了。你小心点啊！我感觉他在啊，我已经点香了，是吗？对啊。他就说，家辉，只要你有本领哈，我打真牌都能够赢你，我干嘛要打假牌呢？因为他曾经被别人告他打麻将啊，出老千打假牌。法官问他嘛，李敖，你懂得是不是真的打假牌呢？李敖就说，法官大人。我聪明啊，我打真牌都赢他，我干嘛要打假牌？所以这句话也对我影响很大。在很多时候，我在想说，好吧，我没有必要去说谎吧，因为我打真牌不一定是为了赢你啊，反正你喜欢我们就多聊2句，你不喜欢就算。但是呢，家辉，当然你很成功啊，我也学着你啊，我说咱们也那个玩什么自媒体啊什么的，结果你看我就。得到一个体会，你就是说你说的很符合我的现状哈。我是南京博物院那个玉润中华大展，我说这自媒体就得跟生活相结合吧，对吧？我本来就要去看这个展，然后我给大家这分享一下，好，我给他们播了播。好像看过，好，我跟你说，短视频里边看过。我跟你说，我这自媒体这流量，我跟你说那高的300万。少的3万，但是少的是为主的，但是我以为我说，哎呀，这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同好啊，太好了！我这一看这留言，发现10条排在前头的10条有8条说，这人怎么像我们那儿收废品那大爷？说窦大爷，哎呦，你觉不觉得现在大家看到你之后，特别是在网络上，这个人们很本能的会对老。是他们最直接的一个感触。你像前一阵那个成龙大哥，你知道吗？也是就在一个场合一出现，到最后洪金宝他们兄弟情深嘛，也有点生气。但实际可能洪金宝老爷子性情中人吧，也不一定讲的，可能话有点过火吧。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哎呀，成龙大哥老了这么多，然後這個洪金寶就有點替成龍打抱不平。即係人話啊，呢、這個洪金寶老咯，你好似呢幾日最犀利講到，哎呀成龍老咯成咯，有邊個唔老先得㗎？個個都老嘅，
哎呀，成龍老咗，佢好開心啊，好健康啊，咁咪得咯。點解要講到佢咁曳啫？那意思谁不会老啊？你不会老吗？对不？怎么的？但是人家那网友也委屈，说我们说谁老，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骂你啊，对吧？就是感慨一下一个客观事实。但是这种感慨呢，是我觉得就是说，最不用说，但是连我在内，你很久没见到一个人，实际你心里第一感觉也是，哎呦，他老了这么多。公众人物呢，这也是功能的一部分。他的第一个功能是让我做你的粉丝，你是偶像，我羡慕你，我崇拜你，这是第一部分的功能。但第二部分功能，看到偶像老去，对于粉丝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安慰，当然，你也有今天。对，谁也会老。你看那些标题啊，特别是女明星哈。他会把年龄放在最前面，这个我太有感触了。50岁的谁谁谁在这个变装到机场什么的，你讲这句话里边，他满足的就是下面另外一个50岁的读者观众，就觉得他那么崇拜这么一个美人，哎呀，他也老了，不一定是不恶意的，也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但是是有一种心理的安慰。所以明星对于粉丝两重功能。梦和安慰，你看，粉丝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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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吧，关了吧，关了。对，其实现在不光是女明星，男明星也是。既然你从我一般是从48、9岁开始，就你一旦你现在都敢说你48、9岁，我54，有什么不敢说的？你永远是我妹妹啊！那这是肯定的，我就比你小，这是肯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就你从某一天开始，你意识到，只要你的名字出现，前面定语就是个数字，它每年还帮你加1岁，没错，很有意思。它每年准确的帮你加1岁，比如51岁的某某某，52岁某某某，53岁某某某。真的吗？对，是啊。哎，这跟中国老派的算法一般虚岁都算多1岁。重点虚不虚岁，每年给你帮你长1岁啊。跟着，而且鲁豫那个有个性别差哈，我不晓得这是好还是不好。你说一出来就跟着一个数字，在50多好，这个现象我们看看这2年跟着男明星的也有，都是6，男的像以前很少说51岁的刘德华，52岁的张学友，没有的。这2年你看到一提到张学友，一定是说62岁的歌神怎么样？这个按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讲，这又是一种男女不平等，对不对？男的到了6才来标你，我也到看女的5，我当时也看到过有40几岁的男明星就被标了，也有，对，基本上就是45以后的，45以前的他不屑于去标，45以后的开始标注了。那你这么小心眼的，你不生气啊？这有什么？我怎么小心眼了？老坑看出来，到处挖坑上当，心眼大小，在这个方面，你现在知道撒老坑了。那你说说，你不是你对你大心眼儿，那你不那你分地方。我不能看到一种言论，就他评论一个到某一个年龄以上的女性，比如中年或中老年女性，说她穿的衣服怎么这样，什么不好看，身材如何，我特别受不了。如果我再一看这个怼这个女性的是一个男性，我可能那火又会加倍。我这鲁豫妹妹，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喜欢她，就是她是我其实早就知道，不管大家怎么说的哈。我早就知道，讲到这个聪明伶俐啊，我就在她是全国女主持人当中，我早就知道她是。你看，还在女主持人当中，不能跟男主持人去比。不，这全国但是不要引起你们女主持人的矛盾，反正就是拔尖的，是他非常他举得很高，最后高举金榜，对，拔尖的。你别看他我在朝阳区这一带还是比较数1数2的。你别看他这么小，他是我的引路人。就是当年我们都在香港的电视台，他是第一个勇于开拓内地市场，我是第2，有点3，可能是4，对，就是因为他敢去干了，我才敢去干。对，他这私下也表达过对鲁豫有约的成功模式的羡慕。我只是想是回家而已，我只是想回家而已。但是这个勇气对我们老坑来说，你们更早的开拓，你们不是最早到红磡。
就是你们几个嘛，啊，对啊，对不对就那个时候，你不是看着那一家老人家画像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为伍的吗？对，我还爆个小料，他们同居过了，是吗？所谓同居是合租一个，也不是，就真的就在一个床垫上，就是午休可以吗？没有接触吗？那我记错，那不是我，那不是我啊，那不是我。好了，这下记错，那完了，没有，那谁呢？我要高辉，我要认错，不是你啊，我记错，真的年纪大。我记得那时候住在黄埔区嘛，香港。有几个主持人啊，大家同一个行当啊，一个屋子里面几个房间啊，大家合租很正常，就像大学生合租一个房间啊，不是房间，屋子啊，不是你这样。不是，我说的意思，你给我一差，你就差到男女关系上去。啊，没有，我说要对我妹的赞美，就是我的意思，回来了。我的意思是说啊，她就是领着我走。我后来想起来，这个歌德的诗，我只记住一句话，好像还是郭沫若郭老翻译的，叫"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是吧？我就但是我是说但是他另一方面，但他基本上就是不跟着你走，你知道吗？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挣扎焦灼，简直是超乎我们想象。有一次你要做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就想要不要去，这个钱又想挣。但又觉得我不应该去挣这个钱，就打电话给我说要不去这个活动，说了有1个多小时，好像最后你也没去。对，然后所以就你并不跟随我这个伟大之女性去引领。对，不是，但是我又知道朝着女神的方向走自己的路。是的，但是呢，实际上我又知道他心里啊有特别我形容为天真的一面。他当年呢，在我们那个电视台的时候，那是真事儿。那个时候都是观众来信，可能有个观众呢就冤枉他了，那个观众呢大概留着家里的电话，鲁豫看了气的打电话，喂，你好，你是谁吧？他说是，他说你是，我是陈鲁豫，我看了那哥们儿啊，你是鲁豫啊，我特别喜欢你。他说了个原则性的问题，当时他不是说你节目做得好不好，那个都没关系，就是911那个直播。然后他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家国层面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我不太能够接受。所以你看，他这个，但是他带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层面的问题，就是很多粉丝对于明星的批评，如果见面的话都是非常友好的。其实是的，就当2个人之间的沟通有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温度和近距离的接触，一切的那种壁垒，然后那种敌视偏见。就都会消失。你们讲的我真是觉得特别有感触。你看哈，我们真实生活中，你见到一个人，你觉得他老了很多，你会当他面说吗？就是我们真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体贴对方的，对吧？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老了？就是别人那个见面说。文涛，你一点都没变。对，这个赞美的寒暄就是这句。你一点都没变，对吧？这年轻的时候就会说，你好年轻啊，对吧？所以，但是你看，为什么在网上，大家没有这层客气？你知道吗？这种道德观啊，或者说潜在的价值观，面对面，我是社交压力吗？还是我的良知？就是我不能跟一个女人这么说话。但是呢，我在弹幕上，我觉得这么说。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不知道，第二我看到的是，那你们是出头露脸的人，你们吃这饭的，弹幕上说你们2句这个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对呀，你讲的是一个给人说呀。人跟人见面会的时候，那更多的是一个人。但我觉得说你变老了，它完全伤害不到一个人呢，因为老和年轻不是一个优点跟缺点，就是个特点，就是个客观事实。你陈述的事实呢，你就是变老了 ，OK？ 但老的背后那我觉得你还比以前优雅了呢。我真心认为你比咱们在黄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看不止1倍。我同意了，真的，完全同意。我没有，因为文涛说的问题哈，见面除了怎么你是高兴还是现在不优雅了？现在不优雅了，我有点没有，这是事实。我是同意他的，所有这些都是安慰你。不是我的反应暴露了，我其实不优雅。不是因为你隔着屏幕跟碰到真人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大差别在什么？讯息量不一样。
我看到真人，当我讲某句话，当我说，哎，你变老，这个老一出来，其实对方的眼神、表情，就算你自己没觉得，会变的，眼睛马上阴沉掉下来，脸色变，肌肉动等等哈，那个讯号嘛。所以我们一碰到见面三分情哈，除了说真的人跟人的善意的表达以外呢，你讯号，我跟你讲话，像我现在一讲你就瞪着我，或是说你很温柔的看着我，对吧？我马上就会调整我说话的方向，可能知道你不高兴了，我冒犯你了，我就再讲另外的话。我同意。而且鲁豫说的对啊，老跟年轻是某一个年龄阶段啊。重点是 implies 它所引申出来是什么？别忘了，通常说老前面有一个字叫什么？衰老啊，衰那个衰元吗？啊，衰衰仔日记的衰，对啊，广州话叫衰。广告衰单独的就是坏的意思。对，这个很妙，这个衰老哈，就说翻成普通话就是坏老。对，没有也可能是。你本来徐老师玉树临风的，就前2天摔了一下，摔了一跤。你看那个衰阳，衰阳，年龄歧视是到处存在的，是对女的更加厉害，是的，对男的现在也有。那尤其是对某些行业，就是比方说是出名的这些行业，是肯定都有的。关键是自己对自己的年龄歧视，就自己照镜子觉得自己不是我想象的这个人了吗？那这个才焦虑，这个才叫一个人焦虑，因为你的原来想象的样子，你希望做到的样子，跟你的职业有关，跟你的成就感有关，跟你的形象有关。等到一天早上，像我就摔了一跤，我对着这个镜子，我就在想，不对呀，这个不是我啊，而那个我是我努力奋斗的。这种自己年龄对自己的这种焦虑，这是更普遍、更没办法的。但你知道，年老真的会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刚刚您说那个李敖先生，我们在北京见过他，后来去台北我还采访的不止一次。他到最后一次，我是在他去世前差不多大半年，在台北最后一次见他。那次改变，我会觉得我特别的伤感，就他一下变得慈祥了。你知道李敖我觉得他有点天赋异禀，就他一直到70、80岁还觉得很年轻。对。然后他讲话又是就直来直去的，有时会损你一下的。狂人嘛。对，你从来不会把他跟老和慈祥连在一块儿。然后最后一次，就他真的意识到自己已经快时间可能大限将至，特别慈祥。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哇，他是真的老去了。然后最后跟我们所有人告别，就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此别过，就来世再见，大概这个意思。哎呀，我就发现人最终都会到达那个极限，最终都会老去。就那一刻，我还是挺震撼的。我们的语言为了这个老字寻找了很多替代词，成熟啦，优雅啦，优雅有气质啦，对不对？慈祥也是其中一个，而且主要是长得也会越来越慈祥。你比如说，我那天他们管我叫大爷，现在我已经荣升大爷了。你看我这个职业生涯哈，开头叫文涛哥哥，这个涛哥嘛，涛哥，文涛叔，然后就说豆妈，就已经长得有点像老太太了。豆妈、豆人儿啊，最近就是豆大爷。前一阵儿，徐老师给我转来一个文章，我看的还也挺感动的吧，就是说，叫什么当窦文涛已成往事。这个作者呢写的挺好的。是这个作者还真的是就喜欢咱们观众节目的这种老观众，有心人。对的，所以他把我说的那么好，说的我还挺害臊的。但是呢，他为了表达他对过去的我的这个喜爱，甚至一脚把我踹到往事里边去了。后来我们一个同事说，咱们可以这样回应他。我们同事拿了个短视频，你可以看一下。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对，就我还在呢。你知道吗？它这个里边意味着，它这里边有一种弦外之音，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列车已经把咱们的父母抛下了，那么咱们很快或者已经也要被时代的列车，或者已经被时代的列车早晚呢？没有，你说早晚的时候，你不觉得心有
不安？不会，他不会因为早晚我不信，他不会。真的，为什么？你没有不安吗？不安，我是一个永远每时每刻都不安的人。我认为对我来说不安是常态，你明白那感受吗？就对我来说不安是我的常态，所以我就不会不安了。我觉得他也没必要不安了，因为他做的这个叫什么《鲁豫有约》还相信这个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个没有人的类似的节目超过他这个采访的节目了。在一个时代，在中国这么巨大变化的时代，你做一个节目是你的工作，你能做到比同行好，那有什么好遗憾的？哪一个人不会老去？再伟大的人也会老去啊。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什么叫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这就是理想社会。那一个人能够做到自己这样，你不可能永远的。但是文涛的那个问题我明白，就是一个人如果你一直是在聚光灯之内的话，当那个聚光灯从你身上移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处在那个黑暗当中，内心你还是会有一些惶恐跟渴望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的。但我觉得我们主持人有一个好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星，对，所以我们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不太一样的。里面一定有些差别吧？我是外行哈，比方说主持也有分大咖、中咖、小咖，你能约到谁，谁愿意接受你访问哈？是，所以还是会那个会转变吧？以前好像都主动打来，鲁豫你访问我什么？现在我约了3次，他都不来，等等。我举例而已哈。那会心情会有那种落差吗？假如他会有的话，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一开始就会有。一开始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我们就约一个，我不能说是谁了哈，约一个名人，然后我们说，要不要采他呢？就约了不止一次，很多年前不止一次都不来。然后最逗的一次，他给的回复是说，我看了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采访的是芸芸众生，我就不参与了。我当时这个人突然于世，原话，我们当时开会呢，然后那个编导说说那个我们说那个谁谁谁约了吗？说约了，来吗？不来。说为什么呀？他说了，你们这个节目芸芸众生，我不来。你那个节目那个时候就应该改名了，叫芸芸众生。芸芸众生。然后我当时我说是原话吗？他说是原话，就是其实一开始还是会有不断的有人拒绝的。所以我们其实内心的承受力谁都不是纸糊的。我觉得要有自信心啦，像刚的那个片段，还有文涛说什么时代的列车啦，什么把我们会抛开，我可能受李敖影响，真的比较自大啊。我碰到有这种给我这种感觉，好像你落伍了，抛开你了，我都用一句话心理回应的，你以为呢？你以为你那个就真的是时代的列车吗？我也经常怼那些年轻人啊，比方说20来岁的年轻人哈，对我有点不逊的时候，我说：“你以为你年轻啊？在10来岁的那些小孩眼中，你是大妈了，你是阿姨了，你是那个大叔了也，20多岁已经是哈，就挫他们的锐气。那另外呢，就是说，真的我们还早了。”你以为呢？还早了？什么以为呢？什么时代的列车往前走哈？我们那个时代的列车谁做出来的？我们都有份的。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对吧？媒体领域、传播界、学术界、文学创作，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列车的一部分。你坐着我们的列车往前走，你嚣张什么？我就好好给他们训了，而且可是子东刚说很有意思啊，什么叫镜子？觉得这个不是我哈。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老的感觉了？有很多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照镜子嘛，对不对？怎么昨天特别是摔跤以后照镜子啊，对，或是说镜子坏了吧？或是说某个时刻啊，像我经常说，我现在洗澡啊，每个晚上一定关灯洗澡，因为我的洗澡房有一面大镜子，我无法开着灯看着我自己衰败的身体，很衰败的身体，我一定
关着灯洗澡，你可能也关着灯洗澡，所以摔倒。你可千万别这样，你别让他像他也摔一跤。哦，对，我都不敢看自己身体的。那另外呢，除了照镜子以外呢，还有是别人从别人的眼睛看到你的衰老。像我刚好这2年我们好久没见哈，我没有来节目，再从50多变60出头啊，那种感觉，你一到了6这个字啊，对方不管怎么样。就认定把你放在老人，也的确我不用门票了。我昨天在北京去地坛不用门票啊，我还要把钱硬塞给他，他不行，不收我门票啊！哎，看一看我的证件，有60多了哈。还有，当然我们偶尔碰到一些粉丝啊，比方说年轻女孩。以前都会说马老师我是你粉丝对吧？现在都说什么？我妈妈是你粉丝。我碰到说我奶奶是你粉丝，那我崩溃了，你知道吗？你怎么样回答他的？我通常是说，哎呀，可惜了，你妈结婚了，我都这样回答一下，对不对？这个，因为陈其刚老师也这么想，我发现我跟他想的一样，他比我大得多了，我也敢这么说，就是我心里啊，我这么说你们笑话我，大概。内心一直觉得我是大学毕业几年之后的一个样子，就我没有意识到我老过。我是怎么知道我老了的呢？就是你们告诉我的，就别人告诉我的，别人就是说你看他老了这么多，或者说观众的反应，哎呀几年没见老了，我说哦，是在网上买票的时候，他有个年龄填。咕噜噜噜滚上去的这个时候，对，好生气，找不到了吧？其实我跟你说，滚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到几年前，我要克制我一个什么本能呢？我看到一个成熟的男性或女性，我想本能的叫叔叔阿姨。后来我发现，开什么玩笑？人家不要说你不能叫叔叔阿姨，可能年纪谁大谁小不一定的。就说明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你的内心的你住的那个年纪，跟你实际的年纪差别很大。但是外边的人不会忘记你的年纪，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你知道最那个马老师那个说崩溃，我倒不会崩溃，但会很震惊。就是经常会有你会觉得比你大很多的人过来说我是看你节目长大的，就第一次内心还是会然后一想那的确嘛。我永远记得我以前我40多岁。对着一个文学界的也是媒体界的前辈60出头左右，就觉得老了。我跟他讲，哎呀，前辈你是时候写回忆录了，应该写回忆录他是很温和的人马上不高兴。他说家辉写什么回忆录，写什么历史我还是在创造历史的人我怎么会现在去写历史要有这种自信跟大志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什么时候是老了？当你心中没有那个大志，没有那个大的志向没有想着 I have to do something， 还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才真的是老了。不管你变得，因为老的可以像李敖，他年轻很凶嘛，很严厉嘛，那当然会相反变得很温和像我一直温和，可能越老越严苛所以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等于说你认输了，你没有大志，投降了，把武器，把你身上的盔甲放下来了。那好吧，我就这样，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才会躺平你知道吗？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就是老。我是这样。这个美丽的说法叫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说得好听，说得好听。老没关系，不要衰老。就不要又衰又老，那个虽然嘛。其实我比较喜欢家辉老师的这个表达，就是一般人就会说你就像那个徐老师讲的那样，就是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说人到一定年纪，你一定要想得开，你要退出江湖，但心态特别的平稳平淡。但我觉得家辉他就敢讲说，你只要胸有大志，那你就不老嘛。我觉得很少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会说，哎呀，我还胸有大志，我还心有不甘，那我们就是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可贵的，一般人会羞于这样。有
你有大志、啊？我不叫大志，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大志，但是娇小的身体里还有大志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大志的那个标准不一样，就对自己来说，它就是个小小的一个，你想做一些事情嘛，你每天待着干嘛呢？我也不会像你那样，我也不喜欢玩什么石头，什么欣赏古画，我也不懂那些，那你总要做一些什么吧？可能对于我来说，那个什么就是我的大志，可能跟别人来说，哎呀不值一提。但我觉得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大志。不是，就因为呢，就随着年龄变老，你会带来的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种担心啊。那么比如说这个节目还受不受欢迎啊？会不会过气啊？是不是还能不能吃这碗饭呢？这些你这个我有一个，我一早就已经想好，就是我尽可能的走，就所谓这趟什么时代的列车，我尽可能跟着走，我也尽可能的与时俱进。就是在不完全让我的姿态变形的情况之下，我尽可能的微调、适应、改变。但有一天我实在跟不上了，我没有办法再改变了，那我就下车。人总会有那一站的，目前这一站还没到，但总会有那一站。我到那一刻，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是能够坦然接受，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可以跟着，所以我可能很坦然。可能到那一瞬间，也许也还会有心有不甘。目前这个我不能肯定。那下车的时候，你的那个储蓄够了是吧？反正目前的人，现在来说，好像人没太大问题，能够活到120岁，是吧？就说嘛，就科技就是其实可以达到的。你前60年挣的钱够养你养到120岁吗？不知道，那不是还你可以有一些遗产分给我吗？不，那好友的遗产。被你这么一说，我这个整个计划要改变。我还等着你履行承诺呢。这是十几年前鲁豫亲口说的。那就这样。说我老年穷求潦倒了，他们家车库还可以给我住。我们家自己都没车库呢，现在没车库了。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拼谁活得长。活得长没钱不是很悲哀？活得长的人就继承那个人的遗产吗？对，你真是我妹妹。不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要讲真话哈，我唯一的担心就是这个担心，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事情想到最坏的可能性的人。我跟你说什么名气，什么不出名才好呢？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不幸的走上了这种靠名气吃饭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关于老的信息，对我唯一触发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这钱好像还没挣够啊！就别老说我了。你看哈，这个福柯的哲学啊，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他是管一个东西叫社会上存在某种权利，话语权存在一个意志，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他说的这个意志是一个人。比如说，那过去的旧社会里，可能说女人就得回家当主妇，这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话语，一个意志，但是它贤惠，对，但是它似乎宣布着一些什么，它审判着一些什么，如人不受它的这个影响，对吧？然后你看现在互联网上，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许是这些自媒体它为了博流量，这样的标题总是会有流量，但是我有时候看着很有意思。你发现没有？有些标题总是很乐于宣布，谁主宰票房的时代过去了，新的这个明星这个出现了啊，靠谁，这个比如说老导演呐，或者老演员呐，我就发现整天网上那么多人喜欢宣布是什么时代过去了哈，什么比如这个时代过去了，谁的时代起来了？除了为了流量考虑耸人听闻之外哈，这个背后啊。有一种，你觉不觉得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呢，他似乎喜欢，宣判新陈代谢。你说的这也可能是直认性命，就是直认现实。我记得多少年前，一个音乐人，咱们都认识，后来他就不干，他说音乐啊，跟这个年龄的这个特别敏感。他说：“哎呀，现在后生可畏啊，这些小孩你跟他们聊天，那真是特厉害。”但是你听他们说那话啊，他说我就觉着这是表面上说的都是恭维的话，可实际上这是一锹一锹挖呢。我说挖什么呢？给我们挖坟呢。这哥们儿后来就提早退出了，他就觉得这个是青春的事业，对吧？他们到一定年龄就不适合再干这个了。可以从生理上讲生老病死这一条，也可以从传媒的运作规律讲人设的这种危机。
但你刚才讲到的是牵涉到时代列车的主动力了，对，那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哎呀，你讲的精辟。中国人呢，从来呢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相信的是循环论。那以前讲前人、先人，都是指以前的人，孔孟才是前人，才是先人。那当把过去的人称之为三皇五帝，称之为前人、先人的时候，我们的脸是向过去的。从五四甚至晚清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观念悄悄转变了。赫胥黎天演论转变成什么？出现了一系列的词：先锋、前进、进步、新，这不言自明，年轻、新青年，这是最典型的。那所有这一系列以新以贵，这个是社会前进的方向。列车的最基本的意向是列车往哪里开，它要往新的、前进的、先锋的往前开。那因此老就变成了一个要打倒的东西了，旧更加是大家要谴责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才是这个大家对老这个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从10年代开始，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每过10年，意识形态要翻一翻，他们要打倒前一个10年的。所以我现在最近在一本书是讲最近20年的小说，他们说概括叫漫长的90年代，就是整个文学、整个文化的大的意识形态背景没有出现这么10、20年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老这个意义也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个你记得，您就说你喜欢的李敖，他青年的时候，写的那个文章挺有名，叫什么？传统下的什么独白，老年人和棒子，老年人和棒子，什么传统下的独白？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要打倒你们这老一辈儿，对吧？推翻你们这个老一辈儿。但是这个到老了，你看他老了就会说，哎，你们年轻人的观念还没我这个老人新呢，对吧？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54的时候弑父情节，文学作品里边，你看巴金啊、曹禺啊，他们老的一辈都是坏的、专制的、保守的，所以都要打倒老的。包括王蒙的《活动边人行》，那个爸爸都是神父哈。近20年、24、30年里边，也有一个潮流，但反了，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小孩、小伙子。他们对父亲的态度不是打倒，是可怜、同情。父亲下岗了，东北文学啊，父亲在倒霉了，贾平凹写的，全都是对父亲一代的怜惜、怜爱。我们现在需要惜老怜贫的力量。宏观当然，我们讲到时代的变化、取代等等哈，我个人感受是说，老说到底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啊。非常个人，我们就是不管你说我老不老、优不优雅怎么样，你身体是最诚实的哈，你感受到哈，就像那个应该是我以前说过啊，马尔克斯哈笔下一个人物是说，年纪大老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清楚知道你体内的器官的位置，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胃哪里，肝在哪里，因为它会折腾你。它会发出讯号，我清楚知道我每一个器官长在什么地方。哎呦，那就麻烦了啊！那也是脑，那所以非常个人。可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呢，个人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你讲不讲劲？假如你今天的年龄所想事情的角度哈，看事情的方法，跟你20年前、15年前、30年前一模一样的话。好像你没什么讲劲了，你经历过这么生命的喜怒哀乐、人悲欢离合，你都不能多一点领悟吗？所以老到底意义在哪里，重量在哪里呢？是非常个人的。这我个人来说，我接没来几年了嘛，这几年就很多觉得生活上面也老了，那有些除了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器官的位置哈，对啊，这2年经常想到一句话，就听以前朋友说，你要快乐不一定每天要有爱情，
也不一定每天要有钱，可是你必须每天有一点点的大便上厕所。哎，我当时他一讲，我就觉得好熟啊，哎呀，好恶心啊什么。哎，年纪越大越觉得那蛮快乐的，因为可能我身体特别不好吧。听说好多人都过了一个年龄啊，每天顺利上厕所了，通畅不通畅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我这真是这个，要不说当着鲁豫说的有点不干净啊。但是我发现你们作家可能确实是都有这个大便问题。因为你看，你作为咱们中国作家的代表，王蒙老师，王蒙也是咱们的老嘉宾啊。我就发现他会在他的自传里就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说我们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你就知足吧。他就是说，哎呀，有时候能够。哎，怎么说呢？成功的、顺利的，是吧？解一个大便，他不是王蒙老师，不是有毛病啊。一个没有毛病的人，他都能够认知到，每天大小便正常，就值得庆幸，是一种幸福啊！真的。我告诉你，我要立个 flag 在这儿，因为以我现在认知，我明白，当此刻你无法共情的事情，你先不要说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着急，耐心等待，若干年之后。假以时日，5年、10年、20年，回头去看，说哦，当年那天我们下午在聊那个话题，当时我很觉得跟我无关，如今果然，我发现人生概莫如此。我跟你还能接得上一个，就是说啊，不要论断人。你知道，前2天一个英国的一个小朋友啊，给我发一个，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叫 judgment 的人？judgment， 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喜欢 judgment 的人吗？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周围的，他说你知道现在就在英国，就他们这个圈子里好像他们很敏感这个，比如说哎呀你总是迟到，他就哎呦就受伤了，就是你 judgment 我啊，你那意思是你给我贴标签，你定型化我。他说我有的朋友我就说啊，我说你爱迟到，所以我就早通知你半小时。他说我朋友当时就给我翻脸了。他就说这个伦敦的这个人对这个很敏感。他说我是一个喜欢judgment 的人嘛，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你还不算哈，我说但是呢，确实是这个有人说啊，你不要论断人，而且有一位我就以前也说过这个，有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女作家，她曾经发现过一个神奇的现象，这个在我身上也出现过，就是啊，你还真不要轻易评论人的某一个缺点。我说了这个人的缺点之后，3个月，大概不出3个月，这个缺点就出现在了我的身上。就是你知道吗？就有时候这挺悬的。你莫要论断人，你论断人，就招在你自己。你论断的也许是你自己。这不是招，这就是说你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对，你为什么注意到这样？其实你身上也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不过他刚才讲的这个话，我真想问问你们俩。他刚才又说长进的问题，那就是说20岁到50岁想法有改变，又说赞成不改变，就是你保持年轻的心态。你自己回想一下，你们20多岁的想法到现在有根本性的变化吗？我还是有的，根本性的变化没有，但是有很多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人真的你年纪变大之后，你会变得谦卑。小的时候你还是会就是意气风发的不懂事儿嘛，很多时候你不是趾高气扬，但是你真的不会，你会认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应当。但你真的大了以后，比如说您刚才讲说以前你找嘉宾会不会很方便，现在会不会难？唯一的改变就是现在当有一个人说哎我愿意上你的节目，你发自内心的会无比的喜悦跟感激。以前你不会，你天天会觉得就是工作。你答应也是应该，你不答应也是应该，但如今你会有这样一份感激之情，我觉得这个就跟以前有巨大的不同，就你好像变得懂事儿了，变得懂事儿了，是不是通达？哎，小时候多少是有点混的。对，所以父母爱讲孩子说不知道感恩，其实呢，人确实是成熟了之后啊，就越来越知道机会的不容易，别人的难处。你这就是好比说有些中年人跟我讲。就对年轻人失了望了，就是不再帮助年轻人，就是什么呢？就说你给了他机会，对吧？或者说你手把手教他，但是呢，他会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本事，
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对吧？不但说，那天一个大叔给我还讲了，说现在，不要说这个怎么知恩图报了，不敢想知恩图报啊。他不忘恩负义，就算善良了，就觉得好像寒了心。但是我听他这么讲啊，我就一下想到我自己了，年龄有变化。比如说，在咱们仨一块玩的时候，就是30多岁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这个电视台那是我有本事，他又不是慈善机构，对吧？那肯定是我有本事，他才用我呀。这是我30多岁的想法。那你的确是有本事呀。不，但是呢，我今天我就觉得我没什么本事，很普通，很多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也许是缘分，也许我就感谢老板，我就觉得是有缘的人，就是说，哎呀，真的是就是很感恩呐，就是说，哎呦，他当年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要没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啊，我就是好像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慢慢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反而觉得这么说，觉得别人给我的那个特别不容易。你这么说我就崩溃了。你是我偶像，你现在说我没有本事的，现在要进入什么模式吗？哎，真的哎，他是我偶像的其中一点很重要。哎，谢谢你看给我倒茶，因为你说我好话。OK， 努力啊，认真啊，简单来说 ，professional 专业啊。像我们有时候曾经在网上一些活动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哎，做完就算。他前后连每一句话，甚至事后的要哪1秒钟要剪不要剪，都真的认真去看着啊。所以简单来说，你就不能说你本领不大啊，感恩是要的了。你这句话反而让我想起那个，这个我听过，前一阵子啊，听过2句话，我感觉蛮哀伤的啊，是说，全中国的父母都在等待小孩跟他说一句感谢感恩，那全中国的小孩都在等父母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啊，小孩嘛，年轻人嘛。总是觉得自己有点不顺利了，觉得啊，因为我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阴影，我用余生来治疗我的童年，诸如此类的哈。那直到小孩也变成父母了，有自己的小孩不一定需要有，那有些有的话，可能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对于谁对谁应该感恩，谁对谁应该说对不起了。难说了，纠缠在一起。你这段话前半段我会做成我的个人宣传片，后半段做成公共宣传片。哎，鲁豫，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咱们都是做节目的哈，你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会特别注意研究年轻人的兴趣吗？满足年轻观众吗？我没有，我就说我个人我没有。你必须要相信，因为我会觉得。代沟是真实存在的，你认为你了解，但其实我们了解的也就是皮毛而已。所以你最终你只能够做你能做的，对方能够接受到多少，能够到什么时候，那就听天由命。就是我说的那个列车什么时候把你扔下，就是听天由命。所以我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过谁，我可能就是以我的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好像我理解了，也仅此而已。但我不会刻意的说啊，此刻我们这个20岁他们喜欢什么，30岁喜欢什么，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青年最有利的也不是听那些对青年人说的话，就是说，你想你年轻时候你会听比你年纪大的人说吗？谁特别来说这个是对青年人说的话，青年很反感。真的，爹味儿一定要谨慎。最近这个我们组里一个青年编导啊，给了我一个刺激，就是因为我一开会啊，我就说。哎，这谈什么呢？对吧？我说你们去研究年轻人，对吧？我说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呀？然后这个编导就说：“文涛老师，你老说我们要去什么服务年轻人哈？”他说：“当你们说年轻人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他就说什么是年轻人呢？说实在的，这个行业一个通例，就是说啊。有意无意的，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做节目的人，甚至是别的这个行业的人，都好像怕年轻人不喜欢了。然后，哎，怎么抓住年轻人？电视台也是啊，
怎么抓住青年观众？然后呢，他们以为什么是青年观众呢？就玩点游戏，滑板儿、涂鸦，加点这个元素，对不对？比如说，甚至是宣传古董的节目，哎，咱们也搞一个什么一个密室什么暗探，他们玩剧本杀，哎，年轻人弄这个，你看，这实际是一种刻板印象，对吗？而且我更深的心理分析，我就发现，我之所以这么说啊，实际是一种中年人的厌倦，疲倦了，至诚之心，就是我们做节目出来，本来都是要讲自己心中话的，对，但是做得太久了，你知道吗？疲惫了以后，实际产生了一个心态，就是我无所谓。我无所谓，那么我真的叫为人民服务啊。可是你这个心态，实际不是真挚的，对吗？就是哎，我喜欢你看我现在总说我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啊。你们喜欢聊什么，我就能聊什么。什么就你们要去了解他们，但是最后人家观众说，文涛，我们就喜欢听你聊你爱聊的，就是我们要建这颗心呢，是吧？这其实是一个我的改变，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们主持人，你不觉得是没有声音的吗？对，我们每天说话，但其实我们说的都不是自己。对呀，串场，就是你对我很熟悉，但其实你完全不了解我。对，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我们其实你还好，我是从来不表达自己的。你小心，我不是小心，就是因为你会本能的，你会觉得你要把对方拖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你要听他讲。我所说的一切只让你说，我们的声音其实隐在后边的。但是你还好，因为你的那个场地是你也需要表达。我其实是这几年才开始有表达的。你看哈，我引用这个巫红老师讲的一段话哈，就是当然现在网上这个风气啊，我就照念比较好，就是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年轻人这个概念啊，可能是有毒的。年轻人是谁呀？是吧？然后所以你看，他说他从美国现在回国嘛，他说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词儿对我也太广了。我感觉在中国和美国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不谈年轻，就是年老啊很难进入每天的话题。比如说坐在一块儿，有的可能很年轻，有的可能很老，但这个问题不太进入整个氛围，不太主宰大家看问题的方式。回国以后总能碰到这个问题，好像还没等你坐住，马上就把你放在一个爷爷辈儿、爸爸辈儿或者叔叔辈儿，包括这些00后、90后、80后。他说我自己对这个东西很不舒服，因为我岁数太大了，所以到哪儿都感觉像是供起来一样，特别没意思。他说我倒宁愿我也不叫你年轻人，你也不要叫我老年人，大家就是一块儿谈谈、玩玩、看看展览或者什么。他说我觉得那样的状态最好，把每个人都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去规定你该怎么想或者不该怎么想，这东西实在是没多大的益处。对，有感触吗？是啊，但这正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精髓呀，把每个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啊，不讲别的，经济政治的位置，年龄上在一起聚会，你说话你要有分寸，你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说什么啊，什么情况，同样一段话，你们小朋友聚会可以说。你现在家里春节大家的长辈都在，你就不该说等等，就是位置感，而这种位置感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修养。哎，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年轻人也蛮累的，我要替年轻人说几句话。没有，真的，比方说年轻人哈，一个20来岁的对着一个60多岁的，他讲话没大没小，他就把你看成同龄人啦。一起玩嘛，一起看个展览，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唱个 K， 啊，很容易在被别人在背后说没大没小，不懂得尊重前辈等等，对吧？被说哈，可是呢，我很尊重你，对不对？唱 K 啊，给你先唱，你明明唱歌很难听，像文涛，我还要鼓掌，对不对？那这个你又会说我年龄歧视，好像不给你压力，像吴红老师哈，偶像哈。可是又说，对啊，我尊重你啊。可是你又说你不安，觉得你被到哪里都被供着，好像爷爷辈什么。你的确是爷爷辈啊，就年龄而论哈。所以呢，重点在于后面，好吧？我把你供成爷爷辈，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之后我怎么对你。我没有一些活动不接受你玩，或者说排拒你哈。
我觉得后面那个部分才重要哈。我们要警觉的不是说把别人按照我们的身高、体重、年龄什么什么给他一个大概的认定，你可以说是标签，可以说框框，可是那个往往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人的线索啊。可是那个不表示我把那个线索变成一个框框、一个标签啊。我不会因为这些线索对你有歧视啊，比方说女性。之后我就歧视你，可是这一个的确是生物学上面的女性啊，可是我不能这样歧视你，看扁你啊，你跟我一样平等。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啊，对啊，那我觉得现在必须的，对，我觉得不过这个标签是两面的，我们讲半天，这点我们意识到，当讲老标签，其实青年也是一个标签。对，其实真的对青年的标签化未见得就是好。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不要跟年轻人献媚，或者说要年轻人也应该知道，跟你献媚的那些话，未必是对你有好处的。是献什么媚呢？对吧？就是人就是人，要叫我说男女平等了，老幼也平等，对，老少也平等，众生平等，都是人嘛。对吧？而且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叫年轻人，你说太累，为什么大家就乐呢？你知道？我想起来一个，最近那个奈飞上有一个片子拍得特别好，叫《摩西》，讲那个摩西就是圣经领那个，对，看了哈，我觉得拍得特别好。但是其中有句台词，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摩西呢，就是领着他们就是离开这个埃及法老王嘛，埃及法老王追赶在后。然后红海在前，上帝哗家施展神迹，劈开红海，然后又施展那么多神迹，一路拯救他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子民呐，就是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嘛。但是呢，这犹太人总是这个懒性不改，对吧？一安全点嘛就想歇着，一安全点就想歇着。摩西就说：“你们要跟着上帝的律令往前走啊！你们怎么能够在这偷懒呢？”然后那个是摩西他兄弟还是跟摩西说。他们很累了，他们一天被神拯救了太多次，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觉得有时候你让我想起，就是我们太深刻了，太深刻是吧？这句话用在时代列车上就太深刻了。对啊，有时候你们觉得，就老人们觉得对年轻人怎么就，哎，你们要这样，你们真的，哪怕你特别对你们特别好，你也得想想年轻人，他一天被你拯救了太多次，他已经很累了，多少次灵魂开窍。他需要休息。年轻人很聪明，他会把耳朵闭上。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哎，所以我觉得都是放下救人之心。每个人我觉得是为自己发声，我觉得比较重要。永远不要试图去为别人，就是你无法站在那个人的角度，好像总是我会觉得啊，我很理解你，我感同身受，你无法感同身受，你不是他。哎，真的是，我就说真的，谁都别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对吧？人家自个儿家的事儿，人家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就是这样。你们刚才讲感恩那段，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是一个变化。小时候就是小时候真是不觉得，小时候发表一篇论文，觉得自己有才，多少年以后才知道老师给你推荐的，人家的这个批语到现在拿出来拍卖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当初的我的才是这样被发现的，这个是后来的。但总体来说哈。我还是觉得我坚持20多岁的时候的想法，我到现在，所以可能显得比较幼稚。我觉得我的对世界的看法，对我的人生的看法，对于很多东西的看法，就是我20多岁的看法，而且就是一个青年的看法，就是一个反叛的看法。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比我大，比我衰，干嘛急着我？比我衰，你刚才引出了这个字啊，不是因为我有个节目叫《衰仔日记》啊，来广告植入。马老师一个播客很受欢迎，叫《衰仔日记》，我觉得宣传词就要来谈那个衰人嘛。来继续。我讲哪里忘了？老了吧？你看，我跟你说，就是还是坚持嘛。说你现在依然坚持你20岁时候的想法。对，就徐老师刚才讲这个进化论哈，我一方面呢是有个公共的认知，这个公共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就是的确过去几千年，尤其在上古，对吧？你看那个
刘邦想要废太子，就是吕后生的孩子，那最后张良给出的主意就是说，商山4号，从那个秦末汉书4个特有名望的老人，80多岁啊，把他们请来，在太子身后走一走。刘邦看见之后呢，就觉得哎呦，这个太子不能废了，因为有这个著名的4老啊，在辅助他。这个故事就说明啊，就是说在比较古代的时候，生活方式变化不大，然后呢，这个老人的经验是非常有用处的，越成熟越老奸巨猾吧，至少要不怎么是叫老子呢，对吧？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一直都是崇仰老，认同老，甚至书法人书俱老，就老的价值，称赞的词。神在美学上也是老为高，对吧？你到博物馆你就知道什么叫老为高了，对不对？但是呢，的确，3000年未有之变局，就是到今天这个科技改变生活之后啊，你那个经验，就年轻人用的电脑、手机，你老人要向年轻人学习了。它的对立词是心智生产力。对了，它面临的主要中文这个老，它涵盖的意思太多了，老也是老。老带来的成熟的那个老，它也就老，它涵盖了很多。那英文对老，它其实不同的解读的。你衰老，它是那个 old。你如果说我们那种说年纪的那种老，它又是 senior， 它有很多的，好几个意思。aging。对，它都有。我们中文就用一个老涵盖了所有，所以中文有时候太过写意。old 有时候也没贬义 ，old school 不一定不好，对不对？我发现我老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朋友啊。就往往聊天，你经常谈你谈过的事情，对不对？特别有些跟一些年轻学生哈、年轻朋友就跟他讲，我告诉你啊，我35年前当记者的时候，我在泰国，我在哪里欧洲去采访谁，谈了，那你谈了，他们也听得很高兴，对啊，都是好的故事啊，听。那结果呢，交往了半年内呢，我就不断重复这些故事啊。他们就开始有点不耐烦，看见你的眼神就哎呀，心里就想又来了，讲了几遍了，甚至直接打断你啊。马老师这个讲过了，讲了5遍了。那您意识到你讲过吗？你意识到这个事，你没办法，你不太容易有新的故事。你的朋友能直接打断你，那算不错。我说的强调是年轻朋友。好了，那我要用一个方法来应对。大概每半年换一群朋友，重新再讲。真的，我不骗的，我的确是这样。故事不变，但故事不变，像他们做节目一样。但你知道，我跟我爸爸到什么时候？我爸可能到70多岁开始，我意识到他好像变老了。就是他不像您这样，可能不同，他没法换，他没法把我换了嘛。我发现他会把他心目当中可能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比如他在非洲，特别他去采访，他会跟我讲，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他那时候会觉得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我想跟你分享。我第1次、第2次听了，我可能会有一些不耐烦，但后来我就会意识到，哦，这是他人生最值得记忆的那个瞬间。此刻我需要扮演我的兴趣，我专注，我还要给他配合。我说啊，那接下来呢？哦，那你去了以后，你碰到什么问题呢？会聊天。鲁豫真是一个主持，不是，因为你会突然意识到，跟自个儿的爹也鲁豫有约，是吧？你会突然意识到那是他人生最想跟你分享的那一刻，但你内心又很伤感，你会想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这样。我后来回想，就是我爸爸重复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去打断他，现在想想真是太惭愧了，不应该打断他。这是我唯一回想我跟我父亲我之间，我觉得哎，我这点做的还不错。如果我想其他的话，也都是因为父女之间永远都是遗憾是主旋律，所以这是我想我唯一做的还不错，就是我会哎呀，这方面我跟你说，女儿永远比儿子强。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但是要讲个人，那咱们什么都不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比我老的人有太重要的关系了，就是我从小。几乎很少交往同龄的朋友，就我一直到今天，我私人的朋友圈，我想平均都比我大10岁。你要说他们老了吗？我怎么那么喜欢跟他们聊天啊？哎，我觉得他们身上的因为你也在老。
不是，我觉得他们总能教给我很多。他们没有，他们跟你的岁数差距永远都是10岁啊。他们老了，你也在成长，所以那个差距永远没变，永远都是10岁。说的好听吧？他们老了，你也在成长。那你跟张爱玲是一样的啊。小团圆里面里面那个一个后来的男朋友问她啊，你看来都喜欢年纪大的男人啊？她说是啊，因为他们活过。他们真的活过啊，有生活，有故事，有智慧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哎，我也有年轻人的朋友，我跟年轻人的朋友还真玩的挺好，但我跟他们呢，我就好开心，他们也喜欢我，真的。他真的这样的，他是分得非常清楚，不同的人玩什么呢？玩什么呢？给你什么都玩，这泡吧呀，喝酒啊，咱们就。你能确定年轻人出去旅行啊，喜欢跟你玩吗？哎呦。我跟你说，不是我求他们的问题，你打听打听，因为你付钱。江湖之上，涛哥，哎，真是，涛哥付钱是不是？太看低人家的魅力了。不，30岁的人就是那个《欲望都市》里面说的嘛，30岁、20岁就要负责晚上去嗨去玩，40岁的人就要负责把那个账单拿起来。我呢，通常说实话，我买单也少。一般呢，我都是把我那个大10岁的朋友打电话叫来，聪明，对了，他们都比我有钱，所以就是按年纪分工是对的，大家其乐融融。千言万语，老这是一个东西，老是最好，就是朋友，老朋友总是最好的。伴儿呢？老伴儿呢？老伴没有，老朋友也他最有资格讲老伴儿了。不是，先说老朋友也有好看你怎么样的相处法了哈。像我有一些老铁哈，中学同学他们那个几乎每个月聚餐聚会。马老师的用词都很当下哈，老铁也是跟我那一群新词儿，年轻朋友学的哈。我每半年换一批，又学了一堆新词啊。好了，老那换成老对，年轻朋友就比较喜新厌旧，是吧？没有，我就换掉他们啊，我重新不换故事啊。我有一群高中老铁，他们每个月聚餐哈，我有时候通常不参与了啊。那不参与都算了，现在有了社交平台啊，他们去吃饭就吃饭嘛，约吃饭之后呢，拍照总在那个平台上面给我分享。传出来，那我就每次看都很难受。有了一个年龄了嘛，看见大家很青春的时候在一起，现在拍出来的每个人都支离破碎，然后身体啊残破不齐、残缺不齐了。那我就不喜欢看。你刚说老朋友，朋友是老的好，就这一点来说，我不觉得，因为看他们的照片啊，就像你照镜子一样，会想起自己啊，原来我的同龄人。这么支离破碎，这样，广东话说甩皮甩骨了，对不对？那个残缺不齐。广东话的生动，甩皮甩骨，对，皮跟骨。耷拉着皮，对，耷拉着骨头，是不是？对啊，你一看哦，这是我的同龄人啊，这个家伙还比我小1岁，那表示我也是这样的样子哈。可是也子东啊，别忘记有句话说啊，宁遇恶客，别见故人。我宁可碰到凶的新的朋友，你凶吗？我也跟你凶，我不怕你啊！不要碰到旧朋友，因为旧朋友知根知底啊。叫英雄怕见老街坊啊，大概是这样，是吧？一个个都挺有词儿的，就知根知底啊。为什么？我碰到你，我这个不懂了。有些人我不是说你大方，你也没有什么根底给别人知道哈。别人看到你，你在我面前什么教授啊？当时我们一起去什么喝酒啊，这个那个，你在我面前你是什么艺术家啊？这个那个，我看到你勾鼻孔的时候啊，看到你被老婆女朋友打的时候，宁碰遇恶客，别见故人。我几年前采访有一个嘉宾，我认识他，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当年挺苦的。”我就愣了，我说：“你当年苦？我记得当年你是我们第一个买车，还买了一个联排别墅。”他说。我认识你，我忘了。英雄怕见老街坊。本来还想吹革命，痛说革命家史，突然发现说漏了，我就愣了。我说啊，就是啊。我说我这么好记，怎么会忘了吗？所以说啊，还是我跟你的就又不同了。我讲究的是衣不如新呢，人不如旧。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咱们4个在这儿的理由啦。当然咱们4个今天主要是咱们俩看着他们。
意识到有人在变老，有人尚年轻。一个是这个维特根斯坦。是不是像新海诚？我想起那个美国作家卡佛哈，你看巴金啊、曹禺啊，他们马尔克斯哈，这个歌德。或许你偏演论。弑父情节，能子跟所子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个福柯的哲学啊，鲁豫，我还没给你们介绍介绍咱家呢啊，你就知道朋友对我们多重要。你看，这是我的朋友专门做这种盆景松柏的，黑松借来的，黑松是皇帝，柏呢是皇后。倪瓒《容膝斋图》，我朋友的真的借的。这都是真迹啊，这都是真迹啊，跟真的一样。我有朋友专门做高仿，不想活了。专门做高仿的容膝斋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陋室啊，我只需要容下我抱着膝盖，就容下一个膝盖的地方，就容膝斋图。你没有从你家里那个？这是我家里的这个铜炉啊，你看，沉香朋友借的，真的，你闻到的味儿真是沉香做的线香。香的要借，然后你看这个，哦，这个好看，这个有意思吧？这是个当代艺术，它明代啊，它本来是一个天然木的，稍加雕琢，那原本是木的，但是呢，他现代艺术家呢，他就把它倒模，用树脂翻模，因为真的他才不给我呢，给的还是借的？借了不还就变成给了。秋庭家书，对，你怎么把我心思全说了？我常干这种事啊。做仿古家具的朋友，借的，你看仿明代的这种瓜棱腿啊，这个好看，漂亮吧？哎，你看，咱们俩可以过日子。这个就是柏，它有仙鹤的样子啊。对，我觉得这样呢，我看见的就跟我在我朋友家里一样，跟你们坐在一块儿，给你有加持。哎，鲁豫坐这儿。最终好玩都变成了工作，而且我们从传统媒体过来的人吧，你就不会轻操作，永远都是叫举轻若重。你像我做这个《行天下》第3季，你知道吗？我真的认识到这个可能跟老了有关系。我半年的时间，每天呢都是早上8点睡觉，大概也还睡不着，大概睡到11、2点。半年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到最后这个头这个地方把我吓坏了。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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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像过电一样，一直这，我就到养和医院
去做那个核磁共振，2万多块钱。一开始给我扫描完了，然后最后他说这个看了就没什么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我说那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那你就随便吧。我说什么叫随便吧？他说要不然给你开点镇静剂。我这西医就是这样。你知道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我要向他学习。安迪沃霍也拍电影，拍完了就扔给剪辑，人家就问他说这剪的不符合你意愿怎么办？他说没有比这事儿更有趣的了，就随便。或者说你找演员，他演的那种电影是进博物馆的，他这大街上找街上的女郎什么的，那么然后他说人家你的角色不合适啊。他说在我看来，没有比不合适的人演这个不合适的角色更艺术的事儿了。你看，你领略到这个观念艺术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让所有的人内心就释然了很多。对了，原来不是我做的不好，不是我不够认真，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这在佛家的《金刚经》的逻辑上讲，你叫执着。但是你相信你说的这一切吗？你的本质不是这个。我要认真做事，我不相信。但是我拿抖音试验一下。结果流量确实奇低。我跟你说，试2天你还是会回到人呐，认命吧，太太。雷雨的台词，认命吧，太太。认命吧，太太。你就是太在意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对，太关注了。哎呀，我现在这个疑病症啊，就是特别折磨我，你知道吗？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每个器官你要有感觉了，我就觉得不行了。这你要跟我学，我是一个心理特别敏感，但我身体上我特别大条的一个人。刚才您说就是你要到某一个阶段会知道自己的五官脏器在哪儿，就是五脏六腑在哪儿。有一次我开玩笑，我说我都没胃疼过，不知道我胃在哪儿。在那个安徽特别冷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人说你喝一口白酒，喝了一口，现在白酒在哪儿？我说下到嗓子喉咙这儿。说等会儿，说白酒停了吗？我说停了。说那就是胃，我说哦，我知道了。太逗了这个。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